本视频是由良心无节操的每日语音公众号小白测评赞助播出。科技资讯哪家找？小白测评做得好，赶快关注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我是王炯，又和大家见面了。关注我微博还有这个公众号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啊，我这个前几天是去了一趟深圳的华强北。之前呢虽然也去过一次啊，但是这个没有业内人士带啊，可以说不明白这个里边的一些门道啊。这次去呢，在那边专门找了一个朋友。带我去逛了逛啊，这几个比较有名，可以说在亚洲就非常有名的这个手机的市场啊，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内幕吧，还是知道了非常多的东西啊。后边的视频里面呢，小白呢也会尽量的给大家说一些这方面的东西，还有就是以后直播呢大家也都关注一些，因为这种可以说是。这种资讯分享类的东西吧，如果要是做成视频的话，可能有些枯燥。我觉得做成直播的话，可能会比较好玩一些啊。大家多多关注我们公众号啊，如果有直播的话呢，会第一时间更新。OK， 咱们闲言少叙啊，这个今天的视频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红米 Note 4。这台手机呢，可以说是非常意料之中啊。当时红米 Pro 发布的时候，我和朋友们聊天我就说到时候可能这红米 Note 4只是把这红米 Pro 改一下结果还真的就是基本上这外壳呢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是把它后边的那个双摄像头嘛，下边那个摄像头变成了后置的指纹识别，然后没有了前面的这个。之前的这个红米系列呢，也是可以称得上是国民手机啊，真的是卖出去了1亿多部销量还是非常高的。红米 Pro 那台机器呢，我是说过好几次是不推荐购买的，单凭那个屏幕呢就可以把这台手机 pass 掉。这台红米 Note 4到底怎么样呢？传承于红米 Pro 这个屏幕，希望有大的改进啊。OK， 咱们废话少说，小白测评红米 Note 4马上开箱。这次我拿到的这台红米 Note 4呢，是当时我在深圳的时候，我托我那个朋友直接从华强北那边拿的。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句啊，其实红米的手机啊，可以说管控的还是比较松的，就是小米的手机，基本上它开售的前1、2天啊，甚至2、3天，深圳那边就已经有货了，只不过是呢还没有发。之前呢我在微博上呢也发过这个，就是武汉这边的黄牛啊，是吧？就是还没有开卖的时候，然后他那边提前1天或者2天都可以拿货了。这个国产手机呢肯定是管控比较松，但是据我所知啊，哪怕是 iPhone， 如果这个比如说是假如9月24，然后国行上市，然后9月23的时候，深圳那边就已经有货了。但是呢，它是一个统一的寄货时间，你估计那天呢也是寄不了活的。这个不得不佩服华强北的强大，是吧？我拿到的这台呢，也是一台高配版啊，这个3G 加上64G，然后金色。在这儿呢，也是特别跟大家说一下，这次它这个红米 Note 4呢是没有32G 版本，起售呢只有是2G 加上16G 的。899元，这也是逼着你买这个高配版啊，1199的这个，感觉有点像那个苹果的套路，是不是？这盒子呢，还是一如既往的红米的盒子啊，没什么特别大的改变。我感觉这个就像是红米 Pro 的盒子啊，直接就是换了个名字，对吧？后面呢也是一些简单的这个配置，全网通、3网。OK， 咱们把它拆开。数据线呢，并没有采用 Type C 啊，只是这个普通的 Micro USB，咱们就不看了。这个充电器我来看一下功率5伏2安，虽然是配备了4100毫安时的比较大的这个电池，但是充电器上依旧不给力。如果你真的是想买这台手机的话呢，建议你还是配一个高速一点的充电器啊。现在这个淘宝上或者是天猫上都有这种5伏3安或者是更高频率的这个手机一般是都支持了。拿在手里的感觉呢，基本上就是红米 Pro 整个这个外观造型还有就是这个的手感呢，基本上就跟红米 Pro 是一模一样的，并没有什么区别感觉就没有什么新鲜感，是吧？这台手机拆出来。后边呢，整个这个手机呢，大家可以看到，它下面呢原本是另外一颗摄像头的位置，然后改成了这个后置的指纹识别。后置的指纹识别呢，
说实话，它在成本上呢，肯定要比这个前置的这个指纹识别呢要稍微的便宜一点。因为后置的，首先它这个相对前置的可能更成熟一些，更这个成本更低一些啊。大家可以看，基本上就是下面是这个摄像头位置，然后给抠走了。红米 Pro 呢是被我的朋友借走了啊，我那个借走去玩了，然后我这边呢也没法给大家做一个这个现场对比啊，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不太好意思。然后下边呢也是这种全对称的设计啊，它这个金色呢是淡淡的泛着一点玫瑰金的那种感觉，然后这金色还不算难看，还是比较漂亮的啊。它的这个 CNC 的高光亮边呢也是有这种金色的这种感觉，并不是那种直接抛光出来，然后就是整个金属的那个颜色啊，就是那种银色的那种，也是有这种淡淡的金色，这个做的还是非常彻底的。还有就是一个细节呢，就是它这个 Micro USB 里边的这一圈塑料包边呢，也是这种金色，所以说在这细节的做工上呢，确实还是比较不错啊，这个一体性还是比较好。整个手机拿在手里呢，175克的重量确实是不算轻啊。开机呢，这个屏幕上肯定是有了大的改善啊。之前那红米 Pro 呢，一开机整个就是我告诉大家要戴好这护目镜，对吧？进入桌面之后呢，还是一个比较打眼的啊，就是它的黑边。在红米 Pro 上呢，之前呢就和大家说过啊，它那个黑边控制呢并不是太好。OK，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指纹识别，还是非常快的，非常快的，基本上是碰一下然后就解锁了，这还是非常快的。前面呢也是一种全对称的设计，上面这种大白的一张脸是吧？然后下边呢是3颗这种谷歌3按键啊，这个安卓的3按键。它的黑边呢这次依旧是没有什么这个改进啊。可以说整个手机呢，这次一开始我是不准备做它的这个体验的，因为觉得是太同质了嘛，基本也没什么特别的，对吧？就是2个小小的改变啊，后面的双色纹闪光灯，它这一次的这个摄像头呢也是没有凸起啊，直接是抹平了的状态啊。后面的镜头呢是稍稍的低于后面的这个金属背板，如果你放到桌子上的时候呢，它是不会让这个桌面直接接触到镜片的。这一点上呢还是不错的。现在好多手机厂商也都这么做，要么就是在外边包一圈这种金属边，要么呢就是做的稍微凹下去的一点啊。下边这个3C 标志呢，还是就不给大家撕了啊，容易流胶。还是之前说的，要么用那个热风机或者是吹风机把它加热，然后把它撕掉。如果你要是生撕的话，流胶的话呢，记住用这个风油精把它涂上，然后放个那么2-3分钟吧，然后你再把它抹下去。风油精啊，如果要是流胶的话。这是一个小窍门，之前有好多小伙伴在公众号上问过我啊。整个手机的手感呢，就和红米 Pro 呢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区别啊。这个他们可能真的就是一个模具啊，应该就是一个模具。后面这个上下的2颗天线开槽呢，它里面的这个塑料填充呢，也是和后面这个颜色呢没有太大的差异。整个手机后面的这种整体感呢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啊，由于它这个厚度是比较厚，8.35毫米。拿在手里呢，这个手机还是非常有分量感的啊，非常实在的这么一个手机。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厚度啊，它虽然两边呢是做了这种弧面的处理，但是因为它电池做的比较大，整个手机还是显得有一些厚重啊。如果你追求这个手机非常精致，那这台手机可能并不是太适合你啊。当然，不精致也有不精致的好处，是吧？就是电池大。OK， 咱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开槽。我这台呢，还好啊，没有什么色差。刚才这个可能是灯光的原因，我还以为它有一些色差。跟红米 Pro 上呢，同样是没有什么区别啊，就是这个雨货卡槽。而且呢，它这个外边呢也是稍微有一些松动啊，这个托盘之间。现在呢，不管是哪个厂商啊，国产的也好啊，它这个卡槽这个工艺呢做的都非常成熟了，基本上都是比较严丝合缝的啊。OK， 咱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相机部分。从起影框上来说呢，感觉这次红米 Note 4的这个整个颜色的调教啊，感觉比这红米 Pro 还要好一些。非常不错啊，在这个价位段来说，红米 Note 4应该是
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这个手头是暂时没有这个别的机器跟它对比啊，这个不太好意思。后面如果拿到这个差不多的机器呢，做视频的时候再跟它对比一下。啊，这个相机上的体验感觉比红米 Pro 还要好一些啊。下边的这个3颗按键呢，就没有什么特别可说的啊。我们拿到的这台机器这个新开机，大家刚才也都看到了是吧？它初始的情况下呢，并不是MIUI 8，还是MIUI 这个 7.3 稳定版，应该是需要你升级才对啊。看一下，对，它是可以直接升级的。好，咱们现在把它先这个升级 ，OK。升级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些在系统上的小改变啊，但是也并不是特别大。咱们呢先等它升级，然后我呢升级完成之后去拍一些样张，然后再简单的体验一下，回来再和大家继续聊啊。咱们马上回来 ，OK， 先跟大家聊到这里。OK， 又到了喜闻乐见的掉粉时间了，没有赞助商，咱们就给自己打个小广告啊。如果你觉得每一期1-20分钟的视频不过瘾，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好吧，我知道这个名字直白且土气啊，但是却干货满满。不仅能在此直接收看近期的所有视频，小白我每天跟你语音聊天，新鲜的科技圈资讯，精彩的幕后花絮，这些都是少不了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小白测评，或者扫描视频中频繁闪现的二维码，你的关注就是我的动力。每天我在那等你，期待加入。首先说明一下，这些红米 Note 4样张呢，是我在升级MIUI 8之后呢拍摄的。好久没和 6S 对比了是吧？咱们也把 6S 拿出来擦擦灰啊。怎么来说也算是去年的一台老机了。整体样张来说呢，红米 Note 4在同价位来说呢还是不错的啊。整体照片呢比较通透，但是相对于 6S 来说呢，还是多少有些差距的。这个毕竟价钱摆在这儿嘛，咱们在这儿呢也只是做一下参考。最明显的就是这些样张的天空了啊。感觉 Note 4呢稍微有一些泛灰，并不是那么蓝的彻底啊。在微距上呢，红米 Note 4呢表现和 iPhone 6S 呢是基本差不多的，但是在对焦速度上呢可能要稍微差一些。升级MIUI 8之后呢，照片的锐化呢是做了一些调整。但是呢，并没有过度，比较恰到好处。当然，这个是简单体验的结果啊。更多的实拍样张呢，大家在公众号直接回复红米 Note 4样张、红米 Note 4样张这几个关键字，直接发送到公众号里面，就能查看更多的实拍样张了。升级MIUI 8之后呢，在相机的这个体验上呢，在拍照的过程中，感觉也是好像是快了一点点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心理作用啊。但是从取景框上来看呢，它的这个照片的锐化呢，可能是增加了一些。刚才在这个样张上呢，大家也都看到了，是吧？还有呢，就是它前面板的这个 2.5D 玻璃了。在把玩的过程中呢，我是发现，可能是由于我这个是第一批产品的原因啊，我的右下角的这个前面板和这个金属框之间的这个缝隙啊，比这个其他3个角呢要稍微的大一些啊，这个可能就是品控上的问题了。还有就是它这个 2.5D 玻璃也没有那么 2.5D 啊，就像咱们之前说的，顶多也就算一个 2.1D。原因呢，就是和红米 Pro 一样啊，它的这个白色的塑料条呢，基本上是已经做得非常非常突出了啊。可以说你划过屏幕边缘的时候呢，这个手对这个塑料条的感觉是非常非常明显。前面板和后边这个金属框中间的这个白塑料条呢，好多厂商都是这么一个做法啊。在红米 Pro 那台机器上呢，就跟大家说过了，它的这个白色塑料条呢，应该是做的最突出的一个吧，也是手感最差的一个。红米 Note 4呢，因为跟它是如出一辙嘛，是一个模子嘛，所以说同样是继承了这个小小的缺点啊。在手感上呢，你一定要去摸一下，你才能知道啊。还有就是这个红米 Note 4和红米 Pro 这2台机器啊，我感觉是典型的这个线下手机啊。就是尤其是红米 Pro， 如果要是你不看它那个屏幕的话，你单在网上看，你可能真的就不知道它那个屏幕到底有多差啊。你一定要去店里面感受一下，还有它这个手感啊，它的这个黑边啊，这个你能不能接受啊？红米 Pro 的那个屏幕你能不能接受啊？都是这个需要你真的去把玩这台手机，你才能感受到它的缺点。你像小米5或者说魅族的一些机器，你可能不用这个去线下看，然后可能在网上看一看，你就对它能有一个80%-90%的了解。而这个红米 Note 4和红米 Pro 呢，则有一点不一样，你真的要去线下去摸一下这台手机啊。还是那句话，你哪怕就是摸一下也好，能对你这个判断上呢起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
这次这黑边呢，咱也就不说了啊，这个跟红米 Pro 呢是一样的，都是比较厚的这种程度。看一下它升级之后啊，它这个内存的情况。升级后的版本呢是这个 8.0 稳定版，然后呢，我是下载了2个软件啊，这2个软件是100多兆，它的这个机身的储存呢是64G 总共，然后可用呢是54.92G， 也就是55个 G 多吧，加上这个2个软件，这个应该是完全够你用的。在这儿呢就涉及到一个内存问题了，因为它是这个高配版嘛，64G 大家不需要担心。如果你要是买低配版的话呢，当然雨后卡槽是可以插这个内存卡，但是2G 的运存上呢，你就要考虑一下了。2G 的运存，说实话，在现在来说还是比较小啊。之前在这公众号的问答上呢，也和大家说过，并不是说你买一个手机，那个你勤刷机，就是勤清理，然后勤保养，它就可以用2、3年，并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些安卓的软件它也是在更新的，它对这个硬件的要求也是不断在提升，它的功能增加啊，它的这个整个这个照片的质量提升啊，这一些画面的这个提升啊，都会对内存有一个大的要求。所以说，并不是说这个手机你把它保养的非常好，然后它就一定能用很长时间，因为软件也在更新嘛，软件对硬件的要求也在提升。所以说，现在一台手机的寿命，我觉得2年差不多了，最多也就2年啊。你可能1年半你自己就想换了啊，不用这个手机它真正的把它给用坏了。OK， 一会儿呢给大家简单的去跑一下分啊，看一下这台手机这个 X20 的跑分情况，应该是和这个红米 Pro 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这台手机就不和大家多说了，因为和红米 Pro 实在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像啊，对，是一个这个开模具里面出来了啊。好了，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一会儿大家跑个分。OK， 先到这里。OK， 这个视频比较简短啊，也没有特别详细的说，因为这个红米 Note 4和红米 Pro 实在是太像了。作为红米系列应该说是最主打的一台手机啊，就是红米 Note 系列呢，在上一代的销量呢确实非常好。红米 Note 3的全网通版本呢，也是一台无论是性价比啊，还是就是整个手机的性能上呢，非常不错的一台手机。作为它的换代产品呢，红米 Note 4依然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产品啊。相对于红米 Pro 来说呢，我肯定是推荐红米 Note 4了。无论是从屏幕上呢，还是从性价比上，红米 Note 4呢都比红米 Pro 呢，我感觉要好一些啊。如果你对手机的性能呢没有特别的要求，899的这个低配版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在这个内存上呢，你加一个内存卡呢，那么用也是可以的啊。当然这个2G 的内存就看你这个需求是怎么样的了啊。对于红米 Note 4这台手机来说呢，小米呢还依旧是在性价比上做功夫啊。对于1000元价位的整个手机市场来说，红米 Note 4依然是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的产品。OK， 今天这个视频呢，先简单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小白 MTX， 直接评论或者是私信就可以了。对我的视频有什么建议、质疑、提问的话，除了这个视频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扫码关注就可以了。小白测评，每日新鲜资讯，每日语音，每天我在那和你聊天，已经有10万多的小伙伴在那和我们一起爱智求真啊，将近12万了，好像，赶快关注吧。OK。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如果你在这个小米商城里边有这个购买产品之后留下这个积分呢，可以直接。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大家晚安。什么大家？录一段小花絮啊。这个最近呢，有不少小伙伴跟我说，在那个私信里面或者是这个公众号后台留言啊，
跟我说小白最近怎么不出这个深度使用报告啦，或者说不出白说啦，然后这个视频更新上呢也没有什么这个规律可言啊，就是这个出手机了就偶尔更新一下。在这儿呢跟大家说一句，可能这些朋友是这个比较后面关注我的啊。这个之前我在微博上呢发过一个，算是一个长微博吧，就是说一下我这个近况啊，因为我大4嘛，这个开学马上就大4了。之前是大3学生狗是吧？现在这个马上要改成这个大4学生狗了。大4呢面临的事情可能就比较多吧，那个无论是学校这边啊，还是我这个私人这边啊，就是个人的一些事儿，可能就没有大3那样比较轻松了。在这个做视频上呢，这个可能就是吧，这个时间上可能精力上不是那么允许了。如果是深度视频呢，耗费的精力呢可能是非常多，然后我可能不太允许，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这个精力，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了。在这儿呢也跟大家说一句抱歉啊，这个不过后边呢，如果要是把大4的这些事情处理完成之后，然后我要决定继续再做这件事情的话呢，我肯定也会就会全力以赴吧，然后就会进入这个像大3那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无论是深度视频呢，还是一些别的这个视频啊，从这个视频的这些精致度上啊，再继续重新回归啊。当然肯定是需要大4这个过程嘛，我必须要经历，相信这个经历过大4，经历过毕业的这个朋友们都有这个跟我一样的这个过程，一样的这个经历。可能面临的事情比较多，比如说大4的一些什么结业上的一些东西，可能这是毕业面临的一些这个选择，或者说是一些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啊，反正就是一些各种各样的事儿吧，烂事儿挺多的吧，就是这意思。感谢大家的理解啊，感谢大家的理解啊。还有就是不少朋友在这个私信里跟我说，小白你这个私信的这个问题也不怎么回我，然后这个评论你不怎么回。在公众号啊，就是我每天呢会回大概20个问题，这个是我每天的这个就是它现在这个公众号已经开通了小白问答嘛，那个是一个就是付费的嘛，就是付费问答，那个我肯定都是每天隔2天我会回答一次，就会只要你问我一般上都会回答的。至于这个公众号后台的一些提问的问题呢，由于小白这个精力有限啊，这个每天可能有上百条留言，几百条留言甚至，然后每天会抽出时间回20个，因为再多的话是吧，我也干不了别的事儿吧。感谢大家理解啊。私信呢我也是就是加在公众号里面，然后一起每天会回20个这个问题，在这个和大家说一下。实在是不好意思吧，因为这个一个人可能没那么多时间，也没那么多精力，感谢这个大家理解一下啊。OK， 就是近期的一些这个情况，然后和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沟通吧。本来我是想这个直播说了，但是我就怕这个各个平台，比如 B 站的呀，或者说是这个 A 站啊，或者说是优酷上的朋友们不知道，然后所以说就放在这个视频的后面。好了，还是那句话，不忘初心，独立测评，感谢大家理解啊。因为咱们也没有什么公关机，也从来不会跟厂商接触，都是咱们自己来做这些事情，能走到今天也确实不容易，也感谢大家的支持，持续关注吧，感谢。